好个登徒子，竟敢偷看咱们洗澡！怎么打他？对不起，小姐，我不是故意的，这不关我的事啊。胡言，你是才华横溢，但是咱们无权无势，该低头时还是得低头，那帮人咱们惹不起。夏楚，你相信我，恶势力并不可怕，总会有人搞他们的。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听我的？胡言，你快走！这就是你们得罪少爷的下场。你们走。这里不是地府，我穿越了。夏楚呢？不对呀，这名男子的装束怎么如此奇怪？奇怪？我看你们才奇怪吧？他竟然能听到我的心里话！什么？别跟他废话，他把咱们都看光了，打死他！等，不，其实，我是个可怜的盲人，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骗子！你还说你不是登徒子，刚才你还能看得到。其实我是间接性眼下，刚刚有一道光实在是太刺眼了，所以我就什么都没看到。还敢狡辩，该打！臭流氓，打死他！慢着，这个男人莫不是有什么能力？姐姐，我朝以德夫人，纵使他再有才华，也是个登徒子。别跟他废话，打死他！完了，这次真完了。这澡堂子里若是死了人，太不吉利了。我看还是送官吧。那不行！快来人，把他押走！是，来了！别走！你给我站住！陛下万岁！陛下万岁！国师所说的是这个方位吗？星象异动，地心之侧忽现辅星，方位正应于此。人间澡堂怎么可能会有天降大才？陛下，许是天降大才也是要洗澡的，而且高手往往出自民间。夏楚，救我！大胆！陛下名讳也是你可以乱叫的。陛下，夏楚，是我啊，我是无言。放肆！再敢乱叫，看我不宰了你！慢着，难道他就是国师所说的天降大才？原来她真的是女帝，而且要找天降大才，那我不如……无言，你从何而来？如果他真是国师所说的天降大才，那我朝岂不是该繁荣昌盛了？陛下，我乃无言，来自9天之上，因机缘巧合，这才坠落凡间。今天能见陛下，实乃人生之幸。他难道真是天降大才？有可能。先生，此番凡神相遇，确是姻缘。太好了，如果得到女帝重用，这一世一定可以一展才华。你这个登徒子，你陛下，陛下，千万不要相信这此男子，他实属登徒子。刚才偷看女人洗澡，让我们逮个正着，现在正要送去见官呢。有这等事儿？陛下，确实如婆婆所说，此男子来路不明，衣着不正，道德败坏，请陛下严惩。请陛下严惩。既然如此，定不是天降大才。陛下，不如顺从民意，还可以收买人心。他到底是不是天降大才？如果不是，杀无赦。不妙，夏楚，我可是你男友，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啊？陛下，他到底是不是天降大才？不如测试一番。想测试我，刚刚好。我乃天降大才，本取经转世，凡事不能只看外表，要看内涵。不信你考考我。先生，本帝自然是相信你，但是难赌悠悠众口。既然先生从天上来，可愿为本帝答疑解惑？陛下请讲。两位
可各出一题。好，我先出一题，请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好问题，既然他称自己是天上来的，本应该轻松回答出来。如果他给的答案无法令人信服，那题就是假的无疑。下厨啊下厨，你真想整死我啊？先生，我有答案。还天降大才呢！我呸！哼，他肯定答不出来，你就等死吧。就算你有读心术，恐怕现在也答不出来吧？天上的星星如同这河里的流沙一样多。哼，我要具体数量。你们可能不知宇宙之浩瀚，无穷无尽。数清天上的星星，就如同拿漏斗测量海水，毫无意义，也缺失了原本纯正的照明。你狡辩！住口！先生所言极是。陛下，他分明没有给出答案。他没有答上来，请陛下严惩。请陛下严惩。住口！只有智力障碍者才会去数沙子，真正的高人是不会数天上的繁星，因为那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陛下圣明。说话这么大声，我都听到答案了。第二题，1、2、3、4，如何组合才能组成最大的数？请回答。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不明摆着送分题吗？我老婆子都会。简单吗？你想好再回答哦。难道不是4321 ？No， 正确答案是2的3的41次方。不可能，这答案知之者寥寥，他定是偷听到。对，他一定是偷听了，请殿下严惩。请陛下严惩。严惩。陛下，此答案正确。难道他真如国师所说，是天降大才？陛下，我刚才听到这小子说他偷听到了答案。对，刚才我们说答案，他一定是偷听到，作弊可耻，这不是他的真本事，请陛下严惩。刚才我们并没有说答案，请陛下严惩。住口！先生，朕还有一题，一问便知。陛下请讲。先生，可会解梦？解梦。本帝时常梦到一些奇怪的场景，不知怎么回事儿，刚好测试一下他是否真正的高人。这就是你们得罪少爷的下场。因为下属还残存这些记忆，他果然也是穿越来的，只不过他脑部受损严重，失忆了。无论如何，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待他，保护好下主。先生，陛下梦中是否有人叫无言，还有人叫下主？大胆！难道这人与陛下前世有姻缘？无凭无据，瞎扯什么？姚月，退下。先生继续说。是否还有4个女人？先生，你怎么知道？是否还有一辆奇怪的车子？有人穿着奇装异服？正是如此。难道先生正是我梦中的无言？先生，这是何缘故？真的假的？竟然全被他猜中了，这不可能！不可能，这太离谱了！这梦还能这么解吗？陛下，梦非梦，花非花，此地人多，天机不可泄露。这小子没想到还是一个神棍，挺会装的。那先生可否进宫一叙？求之不得。怎么回事？这个严惩了？看上他了？难道陛下看上他了？住口！陛下决断自有圣意，尔等不得妄议。是。起驾回宫。快给先生赐座。哎呦！先生，现在是否可以详细说说梦中之事呢？天机不可泄露。你们都退下吧。
姚月，你也退下。你若敢对陛下无礼，看我不宰了你！哎呀，你都吓我几次了，我又不是吓大的。不得无礼。先生勿怪，现在可以讲了。陛下果真不记得之前的事了。先生，你所指的是何事？那我就讲一个故人的故事。先生但说无妨。曾经，我有一个红颜知己，他也叫夏楚，他待我很好，可我却辜负了他，导致他被邪恶势力所害，失去了记忆。难道？不可能！那陛下的梦可曾对外人说过？不曾。但朕也没有同你讲过。那我只能说，那是我和陛下共同的经历。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先生起户再说，本帝困了，以后再说。是。来人，安排先生翰林院下榻，好生招待，不可怠慢。是，先生请。告辞。姚月，国师何在？陛下，国师正在门外等候。好，快请国师觐见。陛下宣国师觐见。陛下，安康。国师不必多礼，这人确实行为怪异。陛下所叙确实怪异，国师也觉得怪异。我就说嘛，他一个登徒子，怎么可能是天降大才？哎，这世间能人异士也是很多啊。国师觉得应当如何处置此人？陛下，天降大才关系到我国气运，臣以为当下正是用人之际，若此人真有大才，当重用之。国师可在是否试试此人是否名副其实？对，看他到底是不是浪得虚名。我已算过，无需再算。此人对陛下而言无害，也绝无二心，陛下可放心用之。国师觉得此人应该担当何职务？若陛下真的想测试此人的才能，不妨先让他去翰林院吧。那里看似清贵，实则是各方势力眼线交错、信息汇聚之地，看他是否能够在此地站稳脚跟。大胆！哪来的野小子，无品无禄，竟敢乱闯我翰林院！你又是几品？我乃堂堂翰林院学士，正3品。哟，才3品，好大的官威呀！好小，放肆！3品也是你不能企及的，见了本官还不下跪！本人跪天跪地跪父母，不会脏死。大胆！你信不信我一声令下，就能将你的腿打折？你们翰林院学士就这副德行，你可知民不畏死，奈何真是早死啊！来人，将此人的腿给我打折，然后轰出去。是。住手！这可以。你可认得此物？下官。哟，堂堂3品大学士，也有害怕的时候。李七，这位是陛下身边的护卫长姚月，这位呢是天降大才无言，虽暂时未定官品，但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得罪了。传陛下口谕，无言暂住翰林院，尔等上下应好生款待，不得怠慢。起来吧，大学士，好好管教你的学生，该杀的杀，该清退的清退，别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有劳费心了，还不快去给客人安排住处？是，小渊，你的练班要使。你要这做什么？
有了令牌，我就避免别人浪费不是。我可没不跟他浪费。这可是陛下亲赠，代表皇帝威严，所以恕不外借。唉，若你真有才华，就充分施展出来，早点建功立业，到时候说不定陛下一高兴，也就赠你一块了。有道理。国师，你一再保证无言无害，可此人来历不明，行为跳脱，满口胡言乱语，实在让朕难以放弃。陛下，星象所示，此人确实是辅佐地心之艺术。至于其言行，或许是天外之人，自有其处世之道。既言实践中锤炼其才，何不授其一职，观其行，察其能？陛下，国师所言有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便知。若他徒有虚表或怀有异心，臣的剑第一个不答应。好，那明日朝会，朕便封他个代招学士，与他藏匿。吴大人，您的官服到了。这玩意儿，第3层，外层，比西装的呢。哦，太真大学士，听起来高大上，不就是个实习生吗？连 KPI 和指数。陛下，听闻陛下新得一位天降大才，看来我这老朽以后要培养点年轻人。太相谦虚了，是否大才还需时间验证。只是这朝堂之上多了一个变数之人，你我都需好自为之。此子若不能收为己用，必成心腹大患。或可自他之力扳倒蔡相一党。2个老狐狸都想拿我当枪使，有意思。陛下，江南虽富，然近年来灾难频发，国库需要充实。臣请奏，增加江南3成税赋，以备不时之需。陛下，不可！江南百姓刚缓过劲儿，再加赋税，恐生民怨，动摇国本。吴爱卿，你初入朝堂，可有何见解？加了税，操作空间就大了。蔡相许诺我那份，只成了这个数。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陛下，臣以为加税与否不在空谈。蔡相为国库之本，绩效为民生之律，二者皆有其。然臣在翰林院调查卷宗时，发现除去江南赋税，仅有7成入国库，其余在字号、表格乃至中饱私囊者不在少数。眼下当务之急是审机过往税收，补上漏洞。漏洞一旦补上，就无需加税，国库自然。爱卿所言，一针见血。那此事便交由你来暗中调查，所需卷宗可去翰林院调阅。臣领旨。钩子要留足，今晚估计有人要睡不着觉了。陛下，所以在于流程规划和税收鼓励，比如说在税收的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剥削，鼓励贸易，这样税基就会好。爱卿所言，令朕茅塞顿开。那此事便交由你来优化好。臣领旨。总算有个正经项目做了。黄口小儿不知深浅，《史记》翰林院的卷宗浩如烟海，且多有缺失错误，看他如何下手。传话给李琦，让他行个方便。相爷，您的意思是？把水搅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些无关紧要的可以给他，关键的账目让他去查去猜，最好能找到一些指向迹象的线索。呵呵。学士，陛下命我研究税，去调阅
江南近前年复习卷宗，吴代昭有命，下官自当安排。只是这卷宗后版复方总文，需些时日整理。这些您先看着。哦，就只有这些。下官已经在尽力找了，不过下官偶然发现这迹象名下极为大，似乎对这陈年阵仗你特别关心，也不知为何。把祸水引向姬相，让他们狗咬狗。想拿我当枪使，看看最后谁玩谁。这帮老油条阳奉阴违，没有实权，没有自己人。吴世照何事烦忧？杨会长来的正好，你这气场往那儿一站，宵小必应。帮到忙，往翰林院门口站，问问李学士卷宗成如何。你们继续巡逻，带路。姚会长，您怎么？吴世照奉旨查案，关乎国本，陛下甚为关切，着我时程查查进度。李学士可有什么难处？没有难处，下官这就去整理，连夜整理，绝不敢耽误陛下的大事。那就说到李学士。虽言语怪异，却比那些伪君子顺眼的多。搞定！看来这位冷面护卫也是可以争取的盟友，不过更大的算计恐怕还在后头。吴的女子立于朝堂，本就如履薄冰。蔡京老儿欲接家税揽财权，吾偏不令他如愿。那无言行为怪诞，却屡出奇招，或可为一招奇兵。相爷是想借他之力对抗蔡相，预防相争，渔翁得利。正使他不能扳倒蔡京，能搅乱其布局，与我亦有利。派人留意无言，必要时可暗中避些迅手的线。老爸，这次水给情况怎么样？爱卿之资，却与常人不同，条理清晰，着眼长远。陛下，老臣思及吴代昭年轻有为，正是历练之时，恰逢北漠三国使团不二之际，接待之事纷繁复杂，正需此等机变之才。老臣举荐吴代昭负责此次接待。我爱卿日下如风。凡事倨傲，难题频出。小子，你若办砸了，便是丢了大夏的颜面，看陛下如何保你。若能引起冲突，更是极妙啊！臣领旨。那此事便交由你全权。给老子挖坑，等着瞧，看谁和谁来。史团长，久闻大夏人才济济，希望此番不会让本使失望而归。定不会让史团长失望。哼！吴代昭，久闻你乃天降大才，我北漠拥有一算术瑰宝，名曰有功换方，不知阁下可感一试？我当什么高科技？原来是数学图形，幼儿园水平。史团长，此等小戏，我大夏孩童异常喜欢。你吴代昭果然名不虚传，佩服！明日朝堂之上，我再考教你大夏国威。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陛下，此乃我北漠国宝千机所。若大夏无人能解开此解，那便请依约让出边境云锦。
无爱情。鲁班锁变种还挺复杂。此锁无事无窍。站长，我们管这玩意儿叫风之镜，用孙公小孩玩都不能自大。陛下，此所核心不过是依据我大夏古籍，莫加遗术之体。魏国时人牙慧，就拿来可证不是。好，无爱卿又立一功，当赏。陛下，吴代昭才华出众，理应当奖。然邦交为重，还请适可而止，莫伤了和气啊！今日多亏爱卿扬我国威。老板，这个蔡相屁股坐的有点歪呀，老是光着外人说话。是，我的臣不知，别急于北茂的私告父下，是日发誓。原来断人财路呀！无言此子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先是税改，再会邦交之谋，此子不能留了。相爷，宫中密探来报，说是无言明日要去翰林院查看边防遗图。哦，那便是他的死期，去安排，一定要做得干净利索。是。姬相果然料事如神，这消息得立刻回报。无言看你这次如何化小内容。相爷，蔡相那边已安排人手，明日翰林院外便是无言的葬身之地。蔡相老儿果然狗急跳墙了，也好，他动静越大，破绽越多。相爷，我们是否要提醒无言，或者暗中相助？不必。若他连这关都过不去，也不值得本相后续投资。若他侥幸未死，对蔡京的仇恨那会变更深。拖不下去，将我们掌握的关于蔡相与北漠那些账目往来的模糊线索，巧妙地泄露给无言。是，相爷英明。搞定阶段使团的任务，总算立下点功劳。今天去查查边防云图，看看蔡相那老小子到底在边境搞什么鬼。快知道了，目标出现，听我指令。在，不愧是女帝贴身护卫。你出门怎么不带护卫？你懂什么？我这叫引蛇出洞，不然他们怎么露出马脚？哎，等会儿。此人虽看似不着调，却屡立奇功，与陛下大有裨益，必须加派人手保护。只是他这般惹是生非，终究是步步惊心啊！陛下，刺客所用匕首为制式，来源难以追查，他们训练有素，一击不中，立刻撤退。太清，他当真以为朕不敢动他？眼下证据不足，动蔡相恐引朝廷动怒。是朕疏忽了，万里受惊。陛下，臣有计划。既然他们想让我死，那说明我出自他们的心，不如想清楚。不好意思。记下账目北漠忌讳。姬相借刀杀人，这刀我接了，正好缺弹药。地点是边境榷场，代号像是人名缩写，数字可能是金额或日期，太模糊了，直接拿出来扳不倒蔡相，反而会打草惊蛇。不能直接告发，但可以利用一下。陛下，蔡相能语，并非铁板。有些人追逐他是为利，有些人则是被迫，有些人则是看不清方向。我们可以分化拉拢，逐个击破，并对姬相手下过分激进，试图借此机会打压其他异己的武官，适当打压是其内部神器。
此事甚妙，既能削弱权相，又可稳固朝堂均衡。但此计务必行者，谨慎使用。朕明白，此事朕亲自来办。臣告辞。无言啊无言，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此番见识远超朝堂诸公。我以为会不上，我以为一主乖，我以为七主乖。陛下此举何意？收买人心，还是冲着我来的？我跟你说，蔡相克多管，往日我等稍有差错，他便严加斥责。哎，今日陛下不过是略施恩赏，他便如此敲打。哎呀，祸非明主啊！这群少爷兵如何能护陛下安全？杨护卫，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要用一定的科学包。嘿嘿。陛下对他愈发倚重，他心中究竟是如何看待陛下的？那日他于此，我竟有些慌乱，不该如此。陛下，这是岳云军招募信。蔡相的几个子侄休想为后就官，被他打压但颇有能力的寒门子弟才是明智选择。无言就是一个，这分明是离间之计。我带着好使了。对，和蔡相过讲，一切都是为了陛下，为了咱这拿下了。黄口小儿，既然你一心求死，老夫便成全你。宫中那名棋子，该动一动了。不全，原来在宫里也有人。哼，无言，你的事已被告发。送。李显，你什么意思？阿的。勾结北漠，人证物证俱在，拿下！是。栽赃这么老套，但确实有效。陛下，臣不信无言会做此事。西相虽有波澜，但未见其叛相。朕亦如是，但是人证物证都指向众目睽睽之下搜出，可要包庇，难以纠正。陛下，证据确凿，为安民心，朕超纲，请陛下即刻下旨，严惩国贼。先将无言软禁于住处，若非朕旨意，任何人不可探视。此事朕要亲自查明。亲自查明？哼，时间够了。无言，你可以不要见证据，朕需要一些时间。哥可是看过800级柯南加神探狄仁杰的人，这种粗糙的栽赃手法哎，不，现在关键是女帝信不信，以及姚护卫和国师能不能找到关键性证据。蔡老会被你这次弄不死我，就等着被我弄死吧。无言那家伙虽然讨厌，但绝不屑做此等事。这箱子定有蹊跷。这是明方散，此物香气持久，唯有后宫那位颇得圣宠且与蔡相有旧的林太妃喜爱食用，用以熏染衣物。陛下，赃银夹层中有明方散残留，此物来源指向林太妃。卦象所示，其监望腾公会，林太妃与其家族确实与蔡相有关。好个林太妃，好个蔡京啊，竟敢将手伸到后宫来！陛下，是否立刻将林太妃拿下？不可单凭经事。可是明日以占卜祈福为由，
去会会这个名牌。老爷，你继续暗中调查，我只是那几天的事。朱将军，无言，再委屈你片刻，朕定会还你清白。娘娘，近日紫薇地心旁有晦暗之气缠绕，恐有小人作祟，秽乱宫会，不知娘娘可曾有察觉？我是说笑了，后宫在陛下的治理下一片祥和，是吗？那为何贫道算得有股子邪气？娘娘宫中颇有灾，譬如某些不该出现的香气。国师饶命，是蔡相，他以我父兄前程性命要挟，让我找机会将那东西放进无言的房中。那箱子是他的人通过我宫里的太监送进来的，我不知里面是将隐秘信啊。我爷，赃物自你收出，人证物证据在，你还有何要说？诸位大人，办案要讲究证据链吧？你说这封密信是我漠北往来的，请问用的是何种纸张、何种笔墨、何种传播途径？自然是北墨，常用纸，是吗？这纸张分明是宫廷特供选浪件，裁切痕迹新旧不一，与宫廷记录的统一批的纸张裁切日期不符，分明是后期伪造，仓促裁切。至于那赃银，哼，那箱子里的赃银更浓厚。林太妃诬陷官员，打入冷宫。太相治下不严，纵容亲属胁迫嫔妃，罚俸3年，闭门思过3日。涉事官员一律罢黜。此次让你受委屈。没事儿，老板，和那帮老狐狸斗，正好活动脑筋。只是经此一事，蔡相于朕已是如同水火。陛下无需担忧，经此一役，他也暴露了不少的实力，之后慢慢收拾他。你上次与我说的前世之事，朕近日总有些模糊的片段闪过，心中甚是疑惑。再说，那不是梦，杀人时候要保护好你，这事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吴大人，您回来了，下官已为您备好上等的茶点。实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华灯竞争。也好，趁着蔡相暂时消停，正好推行一些真正的改革。哼，吕地重用那无言，听说不过是个新晋之徒，就靠些奇淫技巧媚上。就是，据说还参与什么遂已成亲，在中京还是人气可观啊。几位兄台所言，在下略懂了。不知几位对朝廷即将推行的考试法和税给优化有何高见？那我就告诉你听说，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此子已成气候，心思缜密，手段层出不穷。先前想利用他制衡蔡京，如今看来恐养虎成患。他若得势，容不得我等。相爷，那我们不能再做事了，或许该考虑暂时与蔡京老儿联手，先除去这更大的威胁。本王那个好，如今是越来越不把本王这个皇孙放入眼里。近日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野小子，巧风巧雨。王爷，蔡相刚刚在无言手上吃了大亏，正怀恨在心，而姬相似乎也对无言起了忌惮之心，此乃天赐良机。哦，看来是时候推波助澜，让他们对我更狠些了。或许本王还能做出横空出世。科举在即，令平方位，
取士标准对于爱情何有何见解？此次务必多去江南世子，他们的家族与老夫利益攸关啊。寒门学子更易掌控，须多提拔，以抗衡蔡京一党。果然，都是真心为国选才。陛下，臣有一法，可最大限度保证科举公务，实行胡明玉录政策，将考生的姓名、籍贯一律封锁，由专人超越试卷后给阅卷官阅卷，同时阅卷官随机分发，互相隔离。此子于局不能明。陛下，科举取士历来注重考官慧眼识珠，胡明玉录，随机分发，此等做法闻所未闻，这就是怀疑所有考官之操守，寒了士林之心啊！是啊，陛下，科举乃国本，贸然改动，若是混乱，恐非社稷之福。有待招年轻，讲法虽新，却未必稳妥。此法若行，我等多年经营的人脉关系网将大打折扣。寒门学子难以掌控，此举虽能打击蔡京，却也断了我培子亲信之路。好了，朕第一决，此次科考对于无爱情所言，试行新法，若有任何差池，朕一力承担。对，校长。你此法可是将满朝考官得罪了个大半。不得罪他们，相当于得罪所有的寒门和真正的才学。别说不把他们逼急了，他们怎么有什么劲？天字3号已久，像是考房编号和考生代号。果然蔡相还有后手。相爷，胡明卷录随机分房，我们之前准备的许多手段现在都失效了。幸好我们埋在宫院的暗探也是拿到了几个重点才子的分房号，足够了。不能大面积控制，就精准拉拢，把那几人的考房号透露给我们的人。开考后想办法制造点意外，让他们成我们的情。记住，一定要做得干净，别留痕迹。是。相爷，蔡相那边果然没死心，还想精准拉拢几位寒门才子。老狐狸，不见棺材不落泪，派人严密监视蔡相在贡院的所有人手，记录他们接触了哪些考房，哪些人，将来是扳倒他的铁证。那无言那边暂且按兵不动，让他先和蔡军去斗，我们坐收渔利即可。坐收渔利即可。无言这厮搞什么名堂？这下连和其他大人通个气儿都难了。哎，看人，这边。考生已有，小心提防。这是。好文章啊！此子若中，必定位列前茅。只是这文风似乎并非蔡相或姬相门下任何一位熟知才子。罢了，一文取士吧。大致情况如此。蔡相的人接触至少3名考生，方式各异，但都挺隐蔽。辛苦了，继续监视，不要打草惊蛇。是。走。蔡相果然贼心不死，不过只要核心的阅卷环节守住，他的影响力就有限。现在关键是姬相和那个一直暗中窥死的宫亲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不公！此次科举定然是有黑幕，
我等文章锦绣，为何落榜？定是那无言搞的鬼。对，什么狐名腾禄，说不定就是他把我们的名字换掉了，包庇寒门，打压我等世家子。对，对，一点都不公平！不公平！我去驱逐他们。等等，现在以武力镇压，就会坐实我们打压他的指控。看我的！诸位说科举不公，可有证据啊？还有什么证据？我等落榜便是证据，就是。按你之逻辑，你吃饭噎着了，便是重道人之过；走路摔着了，便是修路人之过了。本次科考只有4个字是核心：唯才是举。无名，不看你父辈是谁；玉露，不看你字迹美丑。分房阅卷，杜绝舞弊，一切只凭真才实学。好，说的太好了。尔等若真有才学，何惧科考？平时不过是不学无术罢了，全靠父辈庇护。现在被堵死路，便因狂废了。好，说的太好了。他当真与众不同。这无言倒是好口才，好手段，轻易化解了一场危机，复赢得臣民之心。王爷，此人若不能为我所用，必成心腹大患。而且女帝对他似乎……我知道了，看来计划要提前了。去，给北漠22将军送封信，就说与他之间的条件。好。相爷，恭亲王似乎与北漠有所勾结，所图非小。看来这京城的天真的要变了。蔡京、无言、恭亲王群狼环伺，立刻将我们掌握的那些关于蔡京与藩国往来的重要账目，以及恭亲王与北漠勾结的零星线索整理出来。相爷，这是要……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时候给自己准备一张护身符了，想办法将这些线索更直接的送到无言手里。记住，让他以为是他自己查出来的。蔡相的走私账目片段，还有恭亲王。西相这次是想借我之手，同时对付蔡相和恭亲王，好一招去虎吞狼。但这情报大概率是真的，挖的大了。陛下，皇兄，他竟然敢勾结北漠！陛下，若情报属实，恭亲王所图恐怕不止权位那么简单。结合之前科举风波来看，他应该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阴谋，比如兵变。朕大踏步跑啊！陛下，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我们应立刻做准备。姚月，陛下，即刻起调动经济绝对最重视的兵马，以演练为由向皇家猎场靠近，同时严密监视恭亲王府以及和他所有来往密切的武将。是。爱卿，你觉得下一步应当如何？风暴雨就要来了，正好一并拿下。皇兄与北漠勾结，证据却非铁证，但宁可信其有。秋猎在即，确实是发动兵变的最佳时机。陛下，经济防务已做调整，但恭亲王在军中经营多年，恐有我们未知的暗器。卦象紊乱，地心旁煞气凝聚，血光之灾恐怕来临。然辅星光芒渐荏，似乎有一线生机。既然他们想要搞惊喜派对，
那我们给他来个反恐演习，将其剿灭。具体如何？先利用我的读心术，在秋猎前和秋猎中反向甄别出哪些官员武将已经倒向宫崎。其二，秘密调集绝对忠诚的部队，在外围形成反包围之势。其三，我们需要一个他们觉得可以必胜、可以跳出来的诱饵。好，朕来当这个诱饵。秋猎第3日，陛下会进入黑风领区，那里地势复杂，便于设伏。届时我会亲率使士直取一将。王爷，蔡相那边，蔡京那个老狐狸不见兔子不撒，但他已提供皇宫部分守卫的换防时间，算是投名状。待本王登基，少不了他的好处。本王那个好妹妹，就让她最后享受几天地位吧。家中楼小已被恭亲王控制，永无选择了。从王之功就在眼前，荣华富贵唾手可得，真是疏于今而风不止啊！这些人秋猎时需重点监控，尤其是这几个将领，他们很可能直接参与行动。竟有如此之多，这还只是我能确定的，真正的威胁可能藏在更深的地方。秋猎时，请务必寸步不离陛下。你也小心。这感觉还不赖，不过真正的考验马上就要来了。部将，真刀真枪啊，比看电影刺激多了。他这些下三滥的招数竟颇为有效。老祖宗的东西好用就行啊，谁跟你用？下厨，下厨，你昏庸无能，用你妖我，一阵天怒云怨。今日你就主动退位，现在兄妹之情，本王可以饶你不死。皇兄，你终于不藏了。恭亲王，你口口声声说陛下昏庸，但你却勾结抹黑，答应割让2座城池，处他妈帮你兵变，那你这又算什么？卖国求荣？你血口喷人！我是不是胡说八道？你心里最清楚。你府中暗阁与北漠阿什拉来往密切的数量，需不需要我给大家念出来啊？他怎么会知道？密室暗阁，只有我的心腹才……胡说八道！本王忠心为国，岂有你污蔑？众将士听令，在！履历下属与妖人无言，祸乱朝纲，给我拿下！是。住手！奉陛下密令，平定叛乱，凡放下武器者，不杀。陛下，恭亲王与北漠来往信件在此，其上信信、笔记均核对无误。好你个乱臣贼子，竟然联合外敌，谋权篡位！老夫真是瞎了眼，差点受你蒙惑。陛下，臣愿代替立功，截杀此僚。再见，你个反复无罪的小人！拿下！带走！陛下，臣都是被那个恭亲王逼的呀！蔡京，你虽未直接参与叛变，但是勾结亲王，泄露公金，其心可诛。霸弃一切官职，褫夺封号，押回候审，釜底抄查。只要活着，就还有机会。老臣冤枉啊！此刻朝局未稳，
排序权衡，不能将蔡唐逼至狗急跳墙。无言，朕若非帝王，你我是否？陛下，陛下，这一世的情债，好像比上一世还难搞啊。吴爱卿数次救朕，功在社稷，朕欲封你为安国公，10亿千户，如何？谢陛下厚爱，但臣请陛下收回成命。为何？我才来几日就封功封爵，让大家怎么看我嘛？不如来点实际的，放我几天带薪休假，让我逛逛这京城。吴爱卿谦逊，朕心甚慰，允你半月木休，一应赏赐，容后再议。陛下，吴大人休假期间安危亦须保证，臣请命负责其护卫。立刻将府中最重要的账册与各地官员来往的密信转移至江南老宅密室，京中财产该变现的尽快变现。是。儿啊，为娘若有不测，亦须谨言慎行，远离朝堂漩涡，带着这些钱财隐姓埋名，平安度过一生便是。娘，去吧，记住，任何时候活下去最重要。这个很适合你。谢谢。无言，你心中是如何看待我和陛下的？怕了，回去吧。吴爱卿，叛乱初平，百废待兴，朕欲革新立制，你以为当如何下手？陛下，臣推举考成法，量化官员政绩，以3试考成为主，定期考核优胜劣汰，同时成立廉政司，专司彻查陈年旧案，肃清官场贪腐。准奏，廉政司就由你来总理，赐你一个变异形式职权，首个目标，变动迹象，以其各党羽贪墨过往，结党之罪查起。迹象老谋深算，账目做得极其隐蔽，但只要是假账，就一定有逻辑漏洞和经不起推敲的关联。去，把工部负责修缮皇宫的王主簿和吏部考公司的刘郎主给请来问话。是。相爷，王主簿和刘郎中都被无言带走了，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该来的总会来，只是没想到最终不是败在蔡京之手，而是栽在了这个天降小的手上。是时候
做最后的安排了。是。二人人已带到。你二人说还是不说？我说，我都说。那笔银子是季相示意我通过黄岭项目转移出去的，具体去向是江南的野影。官员生前考评，季相也确实多次暗示照顾名单上的人，收受的财物大部分送到了季相实应的位置。来人，在。将他二人押下去。是。差不多了，明天就去会会这位最后的对手，不知他手里还有什么牌。陛下，此乃臣历年所结党羽之名单，还有他们所犯之事的证据。后面附页是臣所知部分朝臣与外敌藩国来往的把柄。臣罪该万死，不求陛下宽恕，只求陛下念在臣辅佐先帝多年，且最终悔过，呈上此名单，能放过臣之家族，给他们一条生路吗？姬相结党营私，贪没国帑，证据昭彰。然念其辅佐先帝有功，晚年悔过，交其同党与外敌把柄，于国尚有威功。朕决定法外刊免其死罪，削去所有官职封号，囚禁于京郊别院中，终身不得出。谢陛下不杀之恩，陛下万岁，万万岁！姬相，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望吴大人好自为之，莫要步了老身的后尘。我与你不同，我所求非权非利，只为辅佐明君，开创盛世。盛世，这朝堂就是个吃人的地方。等你触及更多人利益时，便会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陛下，关于前世，关于梦中的下主，关于你到底从何而来？陛下，其实我并非当时人，我来自千年之后，一个与这里截然不同的世界。上一世，你叫夏楚，是我的女友。我们因反抗黑恶势力双双越离。我不知我为何会带着记忆来这里，我也不知为何会成为奴婢。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还是你辜负了我，这一世你还回了。今生今世，今生今世，再不会。
陛下与他既有前世姻缘，今生又彼此倾心信赖，我终究是个局外人。边疆或许才是我的归宿。陛下，如今朝内初定，然北疆不稳，北漠狼子野心，恐因恭亲王之事再生事端。臣请缨常年驻守北疆，为国效力，为陛下分忧。姚月，朕知你心意，但你仍是朕之膀臂，今日他更需要你。陛下安好，便是臣心所愿。然边疆烽火，亦需良将镇守。臣心意已决，望陛下成全。准奏，朕封你为镇北侯，统领北疆3镇。谢陛下。祝你平安。别婆婆妈妈的了，好好陪着陛下，不然我手里的剑可不答应。姚月，保重。无言屡战奇功，忠心未革，更与朕心意相通。朕欲立其为皇夫，共治这天下。陛下，万万不可！我大夏立国100年以来，从无立平民为皇夫之例外。无言出身不明，来路不正，恐祸乱朝纲，玷污我皇室之血脉。皇叔，无言之才于国有大功，你怎可因门户埋没人才，更辜负了朕的心意？陛下，祖宗规矩不可坏，皇室体统不可失。若立此子，老臣无颜面对列祖列宗。陛下，可否择日再？王爷为何阻拦我与陛下？于国于家对你有何益处？维护法度，便是最顶的利益。王爷若与我合作，可保农作物产量至少增加30%，可保万顷良田，旱涝保收。此公名在千秋，青史留名之举。王爷是聪明人，孰轻孰重？此子若所言若真，却是不世之功，青史留名。却是不世之功，真是。王爷请看，这是我们的新式原理。王爷，按吴大人之法，小老儿估摸着今年这片田的收成至少能多4成呢。列祖列宗在上，星象所示，无言大人乃紫微帝星旁之辅星转世，与陛下相交，阴阳结合，可保我大夏国祚延绵，300载盛世可期，此乃天意，天意不可违。陛下，老臣及宗室众人愿意遵从陛下的意愿，立吴大人为皇夫。但皇夫身份尊贵，若再掌管其他官职，恐权力太重，与礼制不合。故老臣恳请陛下，让吴大人以帝夫身份参政，看需要辞去廉政司等一切失职。陛下，臣欣然接受。这样也好，从1线退居到2线，搞搞战略，培养下一代，这才是可持续发展。这一世
我终于没有辜负你，夏初。恭贺陛下！北疆最近有些异动，边疆也多了一些小股兵器的骚扰。姚月来信说，这不像普通的劫夺。北漠，恭亲王失败后，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让姚月多加警惕，尤其注意粮道、水源地。我总觉得他们这次会玩阴的。我已经传信给他，只是你我已经结成夫妻，真担心。放心，我可是皇夫，身份越大，反而越安全。他们若是真的敢来，那我就让他们尝尝什么叫降维打击。恭亲王这个废物！好在孤狼计划早已启动，国师，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可汗放心，明面上的骑兵骚扰只是障眼法，真正的杀招早已潜入大夏京城。这诛心之毒无色无味，会慢慢侵入人的神智，最终令人狂乱致死。这第一个目标就是那新任皇夫。等他当众出丑，乃至颠覆，这大夏女帝又能倚仗谁呢？好，朕就是要让他们从内部开始崩塌。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回事？低血糖，还是穿越后遗症？无言，无言，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不对，这不是普通的疲劳，我的读心术受到了干扰。快去请太医。皇夫脉象甚是奇特，似有外邪侵扰，扰乱了心神，但又无似寻常风寒或中毒。这不是普通的毒，是来自西域的罕见致幻植物毒素，混合了大量的药材，需长期微量投毒才能够生效。下毒之人手段极其高明，且必定就在皇城之内，需长期近距离接触才能够维持咒术。内部真的有鬼。既然他们想让我出手，那我就故意出手给他们看，看到时候谁先沉不住气。果然有问题。快了，再有2日，他必当场出丑。女帝，我看你还能信他多久？烧到你了，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跑不掉。
他们的目标是我，想让我当众出丑。时间就在2日后，毒素源头就在空中。此毒若直接拔除，恐伤及皇夫根本，需要找到施毒者冥界或者本人。我需布阵，缩小范围。务必尽快查出此人。务必，我们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如何将计就计？各位，今日由皇夫为大家授课。今日我给大家讲解算术法中最简单的乘法。你闭嘴！都给我闭嘴！我什么都听不见。有鬼！有鬼！你们听不见吗？快带皇夫下去休息。有鬼！有鬼！你们听不见吗？有鬼！何必如此勉强自己？我不这样做，请让登让的老鼠知道中暑已经起效，并且我已经确认，他就是血堂的李世强。李世强，他祖上的确是北漠巫族一代，难怪能识此等咒术。他此刻必然以为大事将成，戒备罪送。不好，他们要销毁证据或资金。皇父，人已死，媒介也毁。他死前坚信您已中毒，但是狼王是谁？灭口，我是弃子。孤狼计划的冰山一角才刚刚露出，而狼王显然比他级别更高，真正的威胁还在后面。先说，我在。这毒素不仅能伤人，还能窥探和放大人内心的恐惧。莫被人这次下了血本。他们越是这样，朕越要和你在一起，将他们一网打尽。陛下，皇父。怎么样？毒素已清，但皇父还需要休养几日，稳固神魂。陛下，李世强是死士，也是弃子，背后的狼王隐藏颇深，我们现在太被动了。北漠明面上的骚扰还在继续，现在邀约压力很大，内部又潜藏着狼王。我们要主动出击，把狼王给引出来。如何引？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垮掉，那我就让他们看到一个刚恢复、急于立功，并且会犯错的皇父。你要以身作饵，饵要下得足够香。臣准备亲自看望一批运往北疆的重要军械，狼王能不心动吗？占卜虽死，但他临终前那一句“狼王不止一个”，让朕实在难以安心。占卜只是明面上的一颗弃子，更深的狼王乃藏在水下。神梳理他的行动，发现他围绕一个核心阻挠冶铁行政。你的意思是，狼王一定是掌握冶铁行政的命脉，可能是漕运总督或者边关大将，也可能是与陛下每日交谈国事的大臣。那你有办法引他出来吗？明日臣会在朝堂上提出全面收紧边贸，并派督察专员断他们财路，逼他们现身。
陛下，臣奏请全面收紧边贸，减少盐铁交易，并派遣驻监正司常驻督察。陛下，边贸事关边关稳定，岂能说变就变？张普一案就是警示。陛下，边贸漏洞已危及社稷根本。准奏。10日后，首批官员赴边镇。坏了，得赶紧禀报王大人。好个无言，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是啊，大人，现在可怎么办啊？他不是要派人吗？那我们就欢迎他们。云城那个地方不是一直不太平吗？下官明白，只是这刺杀钦差，谁说一定是刺杀？水土不服、匪患、意外。云城那个地方4个官员太平常了。哦，王焕之果然坐不住了。孙侍郎离开府之后，直接去见了几个江湖人。看来他们准备在云城动手。需要我加派人手保护专员吗？不，让他们动手，让他们自以为得手了，才能露出更多的马脚。这是给云城守城将领的一封密令，请你亲自派遣可靠的人，务必保护专员的安全。无言那小子步步紧逼，再让他搞下去，我们多年的心血就全完了。北漠那边已经等不及了。是啊，王公，现在可怎么办啊？这边贸一断，咱们的财路可就断了呀！要我说，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在京城。胡闹！在京城动手，目标太大。陛下严查下来，我们怎么脱身？那他不是要收紧边贸，派专员吗？我们就让他派不成，甚至让他派去的人有去无回。到时候朝野动荡，我看陛下还怎么保他？您的意思是？第一批督察员不是要去云城吗？那个地方情况复杂，匪盗横行，意外4个钦差，那可太正常了。好，陛下，鱼儿已上钩，王焕之他们定会在云城对督察专员下手。明知是陷阱，为何还要派人去？岂不是让忠良冒险？不这样，怎么找到他们勾结漠北、谋害朝廷命官的铁证？臣已派了激进可靠的人，并让姚月挑了他最得力的护卫暗中保护。此次明面上是督察，实际上是为了引蛇出洞，抓他们个现行。务必保证官员的安危。小心点，此地容易设伏。站住！上！保护大人！妈的，这帮护卫怎么这么厉害？完不成任务，王大人饶不了我！是。大人，那帮匪徒训练有素，绝对不是一般的山贼。他们的头目被属下所伤，左臂留下了很深的伤口，而且我看他们的功法路数，像是军中的。军中的人，好，暗中排查云城以及周边军营，找左臂有新伤的人，同时把遇袭的消息8倍里加急给陛下。该我们收网了。是。是。光天化日，钦差党同谋反，给朕查，一查到底。陛下，生还护卫回报，匪徒疑似军中之人。臣申请由大理寺刑部、监察使3方会审，查经济以及云城周边军营，找出身上带手者。准。
将军，朝廷要来营里巡查伤兵，您这伤……就说是前些天剿匪伤了，让他们查。可是伤口新旧，太医一查便知。那你说怎么办？将军，不好了！廉政司的人带着陛下手谕，直接闯进来了。什么？跪下，跪下！陈副官，你这伤怎么来的？前些天剿匪伤了。哦，剿的哪路匪徒？位置在哪？伤亡多少？是否记录？还不说实话！云城匪徒左臂受伤，和你受伤的位置、伤势一模一样。说，你受谁指使？假扮匪徒袭杀钦差大臣？说实话，或许可让你家人免受牵连。是王焕之、王大人和孙侍郎，他们指使我干的。说是要断了吴大人您的臂膀，北漠那边也答应了。事成之后，完了，全完了！王大人，请跟我们走一趟吧。陛下，人已带到。陛下，皇夫安亲王臣等依据云臣线索，纵横摸瓜，与查明蔡相余党、礼部右侍郎王焕之、孙侍郎、巡防营副将陈网等人涉嫌操纵科举、买卖官职，勾结北漠一念，证据确凿。祸乱朝纲，罪无可恕。陛下，臣冤枉啊！此乃诬言构陷，证据皆是伪造啊！将涉案一切官员革查就审，打入天牢，严加审讯。是。王大人声称证据伪造，可否指出伪造之处？那所谓密信已经可伪造，所谓账簿皆是无稽之谈。那可否请王大人解释一下，去岁科考生已久的答案中，为何会有你王家幕僚核心才知道的西北水利数据？此数据在科考前半年，在你书房的议事记录中出现过，翰林院已做记录。他怎么连这种细节都查到？跟老子玩数据造假，哥可是受过大数据培训的。王大人，外面传话，让你务必顶着，家人自有照应。顶住照应，只怕是灭口吧？无言你好狠的审问。陛下，王焕之等人的罪名已基本坐实，他们通过操纵科举，将一批有才无德之人安插进要害部门，利用职务之便，向恭亲王旧部以及北漠残余势力递交我朝情报，以换取巨额利益。以皇父之见，此事当如何处置？既能震慑宵小，又不会过度动摇朝堂。依法严惩主犯，公示其罪，以儆效尤，对其党羽分批瓦解。同时，将我们的科举法推进出来，增加胡明、玉露、所愿等措施的判与罚，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搞定一个案子，不如建立一个好制度，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王焕之、孙有文、陈莽等主犯，证据确凿，按律法当判处以斩立决。其他从犯视情节严重，或罢官，或流放。其舞弊通过安排的官员，一律革职查办。北漠王庭包藏祸心，勾结乱贼，意图谋反。陛下，臣请奏，断绝与北漠王庭一切官方往来与贸易往来。凡与北漠王庭出售粮、马、面者，判活罪。准。从今日起，凡是脱离北漠王朝者，与我大夏和平相处者，我大夏将开放外事，均以公平的价格给提供他们所需的物资。这招等于对漠北王庭实行了最严厉的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皇夫，经此一役，朝中蛀虫已经清扫大半，皇夫对北漠的这般经济之才，胜过10万雄兵啊！王爷过奖，打打杀杀的都不文明，用经济手段让他们内部生乱，不好坐收渔翁之利，这才是性价比。
论制裁和分化瓦解，三颗这个祖师爷的。皇父殿下，按此边境贸易管理法细则和反经济间谍法细则，所有边境交易皆需登记造册，货物数量、交易对象皆需明确，这可大大压缩走私空间。没错，知识不只是力量，更是规则。我们要用律法和经济手段，筑起一道无形的长城。是时候让这帮古人见识一下什么叫规则制胜。大夏断我眼体，就是断我活路！各国那些墙头草们，哼！国师，难道就没有破解之法吗？大汗，强攻损失太大，大夏边境已经防备森严。既然您的不行，或许可以用点别的方法。听闻大夏皇夫对格物之学极为看重，其根基在于工学院。侯爷，陛下旨意已明，对北漠王庭实行封锁。现如今，边境已无大战，但小股走私和马贼骚扰增多，且似乎更有组织。还有，斥候回报，边境最近出现一些陌生的面孔，不像是寻常的商队，更像是在勘测地形、打探消息。传令下去，边境各卡哨严查走私，尤其是盐铁粮食，增派邮寄，驱逐乃至抓捕一切形迹可疑人员。同时，通知各边州府严查户籍，尤其是近期涌入的陌生面孔。我们要防的不再是千军万马，而是暗处的窥探与内部的钉子。是。无言说的对，看不见的战线往往更凶险。立刻通知所有学员和工匠加强警惕，切勿与陌生人多远，尤其不能透露我们学院的技术核心，加强门禁，输入人员要进行登记和核查。是。看来漠北改变了策略，从军事施压转向了情报收集和技术窃取。小儿无间道，哥陪你们玩玩。北漠似有宴席击鼓之事。陛下，表面也是平静，水下也是暗流涌动。他们从正面打必会先面其他方式，经济、技术、情报，甚至舆论，我们要加倍小心。臣已让理工学院准备了一套防范技术窃取以及防范舆论攻击的情报。皇夫果然是资不周全，北漠果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汗有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大夏理工学院关于农具改良、水车设计，尤其是那些能够提高产量的肥料配方。若是能再收买几个核心的学子或工匠，重金不惜。理工学院守卫森严，很难混进去。找他们购买原材料的商人，找他们家中的奴役，找他们回家探亲的学员，总有漏洞可循。侯爷，我们盯住的几个可疑商队，其成员行为诡秘，与边境几个小吏都有过接触，似乎在打听理工学院学员回乡探亲的路线和时间。想绑人或者收买，传令对这些可疑商队进行严密监控，掌握其所有联系人，对边境吏员进行一次秘密调查。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将他们埋下的钉子一并拔出。是。想在我的地盘上搞小动作，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小兄弟是来自京城的学子啊，真是年轻有为啊！不知在京城学些什么？哎，不过是些圣贤书罢了。听说京城有一个理商学院，里面进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奉镇北侯令，稽查北漠细作。我看尔等行迹可疑，跟我们走一趟吧。
带走。大夏防范甚严，常规手段难以凑效，看来只能启动最后一步棋了。我们在大夏朝廷之上，还有一枚隐藏最深的棋子，是时候该动了。此人位高权重，且于无言旧怨。是谁？隐藏最深的老王终于要忍不住出来了，也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只剩我来场引蛇出洞的戏码。皇父所立甚远，技术乃强国之本。若是被北漠轻易盗取，那我国的优势将荡然无存。此律法将尽快颁布。陛下圣明。此外，臣建议在理工学院内设计保密司，由忠诚可靠的学员担任，互相监督，并设计技术档案分级管理系统。好，这就叫内部风控和信息安全管理。现代企业玩剩下的都够你们学一阵子了。王爷，无言前律司法国的科举廉政、路径技术律法。哎，非常之时得用非常之人，若非他，蔡京、恭亲王还有王焕之这等蠢虫怎会被清除？还有北漠怎会遭如此重创？只要他忠于朝廷，我等当支持。是。此子虽行事跳脱，但每每切中要害，确是不可多得的大才。只是需防其尾大不掉。记住，你们不仅是学子，更是守护大夏未来希望的卫士。保密工作重在细节，比如废弃的草稿纸不能随意丢弃，要统一焚毁。讨论核心课题要在指定的隔音室内。还有，感觉像是在搞特工培训，还挺带感，就是不知道有没有007的待遇。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哼，我都要坐以待毙。大汉息怒，哼，我们还有最后一招。诛心，散布谣言，动摇大夏朝臣对无言的信。只要他失了圣心，理工学院又有何惧？我们埋藏的棋子该发挥些作用。听说了吗？咱们这位皇夫大人并非什么天降大才，而是北漠派来的细作。不可能吧？他可是屡立奇功啊！这正是其高明之处。先取得陛下信任，随后盗取我朝机密，再与北漠里应外合。要不北漠为何在他得势后屡屡受挫？分明是苦肉计，在为他铺路呢。有道理。国师，此事你看？陛下，此乃诛心之计，毫无实据，意在离间。若皇夫真的是细作，何须助陛下肃清内外之敌，稳固江山呢？此等拙劣伎俩，无非是有人狗急跳墙罢。朕亦不信，但人也可畏啊。京城谣言你可听闻？听了，剧情编得挺好，但逻辑是硬伤，经不起推敲。说我里应外合，我合什么了？
合着帮大夏搞垮了北漠的毛友，还搞垮了经济。北漠可汗是不是还要送我一块100斤的勋章？不可大意，谣言虽假，却能蛊惑人心。放心，终止谣言最好的办法不是赌，是输。我已经有办法了。这位兄台，昨天茶楼高论甚是精彩啊！替人散播谣言报酬几何？不如弃暗投明跟我，条件从优，还有稳定俸禄和前途。不是我，没有。哎，就这点心理素质还当间谍，差评。陛下，谣言之事，臣已查到些许源头，但抓到几个小喽啰，无济于事。臣建议在理工学院内部设立舆论观察社，由学子们定期收集民间流言，并撰写文章、排编戏剧，用更生动有趣的方式将陛下的仁政、普及律法宣扬出去，揭露幕北阴谋，以正视听。你这恋爱写手，此计大善，准。跟我玩舆论战，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官方喉舌和宣传矩阵。说书唱戏劝人方，3条大路走中央。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看那防父大人就像戏里的忠臣。就是北漠狗贼真是可恶，竟会使些下三滥的手段。废物，都是废物！这个新计划又失败了。大汗，我们应该跟各部族长谈谈。大夏的经济封锁，各部族怨声载道，快要压不住了。你这次应对谣言的方式很是高明。小意思，掌握话语权，占领娱乐高地，是基本操作。他总能以这种看似不着调的方式化解最棘手的难题。大汗一意孤行，招惹大夏，如今盐铁断绝，部落子民如何过冬？继续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没错，大夏女帝承诺，只要停战就开放边市，价格公道。我们为何还要为了大汗的野心？陛下，北漠8部联盟遣来使臣呈上联名血书，声称已罢黜北漠可汗，成立长老会，愿勇士臣服大夏，只为求开边市，给草原百姓一条活路。好，此乃皇夫精心所博立下的不世奇功，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兵。看吧，经济制裁加内部瓦解，效果杠杠的，打仗多费钱。皇夫真乃神人也，老夫敬你一杯。来，王爷过奖了，全靠陛下信任，将士用命，同人齐心。主要是对手太菜，经济战基本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北漠臣服，兵患已除。皇夫接下来还有何啥建议？陛下，外患散平，内政当心。土地改革、税制改革，力争考核理工学院推广至全国。我们终于可以发展第一个渔业计划了。有他在身边，这万里山河似乎也变得生动有趣起来。镇北侯姚越临危受命，镇守北疆，破奸臣，御外敌，扬我国威，功在千秋，贺升为镇国公。北疆军政仍由你来掌管。臣谢陛下隆恩，必当竭尽全力保北疆永远安宁。皇夫无言，筹谋得当，此战立大功。朕特赐并肩王，建军不贵，理工学院所需费用增加3成。谢陛下夸奖，但并肩王这个称号，臣不敢当。臣愿与陛下
各位大臣，携手共进，共创大夏盛世。树大招风而缓，这赏赐让我压力更大。不过佩剑上殿听起来挺酷的，虽然我可能连剑都不会动。各位，你们用知识和汗水证明了知识足以改变国家命运。北漠将士的臣服是属于前线每一个战士的，也是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要把格物致知的道理，让天下百姓全都受益。科技兴国，教育为本，老祖宗诚不欺谎，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搓出互联网。北漠臣服，外患平息，现在朝局稳定，正是推行内政改革好的时候。之前皇夫所说的农具、水利、驿道，还有税改等事，现在可以全面铺开。北疆也需要休养生息，臣会辅助边境部落恢复生产，稳固藩属关系，用商贸和文化维系和平。王爷和国公说的都对，不过打天下难，治理国家更难。利益重新分配，难免会触动一些人。我担心朝中看似平静，暗地里秋波未平。土地清账在经济试点还行，但如果想要推向全国，可谓是阻力重重。皇叔的意思是地方豪强和士绅。无言现在权势滔天，理工学院那些奇巧淫技，既然能和圣人经典平起平坐，长此以往，我们这些依靠祖印、熟读诗书的人，还有何立足之地？别急，陛下现在信任他，势统正旺，但是水满则溢，月圆则缺。他推新政，广开学路，触及了天下士绅和读书人的根本利益。我们静待时机呀。没错，他总有行差踏错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帮他说个错。听说他要在全国推行个劳甚制，土地清账。老人家，为何不用新种子、新技术、新工具啊？贵人，不是我们不想用新办法，是地蔬菜贵，这换了种子，万一收成不好啊，这全家都得饿死。还是用那老办法保险。看来好东西要推广真不容易，关键在于土地不在他们自己手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到哪儿都是核心矛盾啊！陛下，新技术、新农具虽好，但在民间推广的阻力很大。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兼并，积农无田或少田，对新技术的推广没有资本和动力。地方豪绅、士绅习惯旧有的剥削制度，对新法阳奉阴违，甚至加以阻挠。皇夫有何良策？要双管齐下。首先，第一，朝廷出面建立劝农社，租借贷款、农具以及田地，派遣理工学院的学生，降低风险。第二，土地兼并问题，地方官员以及王戚超出土地，要么收回，要么委以重税。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须得仔细筹谋，谨慎小心。可先从劝农社和清化来时。我们要找出皇宫土地赋税制度的问题，剖析历年数据，建立模型，找出其中问题和可以改进的地方，为后续女帝的决策提供依据。先搞调研，拿大数据说话，看那些既得利益者还怎么胡搅蛮缠。皇夫欲推行土地改革，这本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江南那位屡屡上书支持新政的刘御史，他在他家乡自己吞并了100顷良田，如此说一套做一套，岂不是伪君子？新政恐怕也只是换一批人敛财罢了。哼，所谓新政，不过是党同伐异、抬出异己的工具。对。
你看看弹劾江南刘御史王学义等人兼并土地的奏折，虽然查证之后数额有所夸大，但并非空穴来风。现在朝廷上下对新政的质疑声音又开始了。陛下，此事背后人推动，其目的应该不只是扳倒这几个官员，是为了抹黑土地改革，让后续制度无法推进。朕知道，但是这事儿确实让他们抓住了把柄。皇父，下一步的计划该如何？背后之人心思歹毒，要不要我暗中调查，揪出主谋？此乃阳谋，就算是查出是恭亲王残党或者是其他人干的，也很难凭此定罪。关键是如何挽回士林与其他新政支持者的信心。既然他们拿土地兼并说事，那我们就正面回答，既要查支持我们的人，也要查反对我们的人，查他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向天下告示。同时，推进县廷令草案的拟定，将辩论转向解决问题，而非人身攻击。想把我拖入泥潭打嘴仗，哥直接开启新副本，用政策辩论降维打击。陛下，最近朝野对土地兼并的事议论很多，臣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之根本、民生之生计的大事，绝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成为朝野的工具。臣提议成立土地清账和县廷令起草小组，首先彻查京沪所有官员土地，一律按例登记、张贴登记，同时设置县廷令，对土地上限有限制，超额赎买者委以重税，安抚百姓。皇夫所言乃为国本，土地清账势在必得。即日起成立土地清账司和县廷令起草小组，就由安亲王总理、皇夫无言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以及理工学院前派精英等协助，就从今集开始下手，无论涉及何人，一视同仁。臣遵旨。老板霸气，这下有好戏看。皇父，你可给老夫惹了个天大的麻烦呀！这差事得罪的人可海了去了。王爷，得罪那么一小撮人，换来民心，这买卖值啊！再说有王爷这根定海神针在，不怕什么？下官这就去搜集历年的榆林图册和赋税目录，只是年代久远，错漏甚多。不必，理工学院有数据分析小组，专门处理这种陈年旧账。大数据挖掘，了解一下。各位大人一路上辛苦了，庄主已备好酒菜，这边请。不必，烦请管事配合，拿出地契，待我等勘测。他们可真敢查，竟查到本王的头上！快去，给下面的人传话，给清账工作制造点麻烦。记住，要合法的麻烦，比如煽动几个不知情的庄户，就说清账是为了加税。哼！哎！不能让他们凉了就得加税了。对，把他们赶走。对，保护好资料，切勿与百姓冲突。老乡，稍安勿躁，我们不是来加税的，我们是给你们免税的呀。我们这儿不欢迎你们，赶紧走！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老乡，赶紧走！皇父，清账受阻，你有何见解？陛下，此事在意料之中，百姓是被蒙蔽的，
臣建议立即张贴安民告示，宣布经济地区凡清账的土地，明年税负减免1成。此外，多余的土地分给无田或少田的农民，价格优惠。又利益引导，又实惠安抚，好，朕准了，即刻拟旨。都来看一下，这是朝廷新出的免税政策和分田布局图。乡亲们，他们给我们粮地是为了给我们减税分田，我们之前被那些黑心的乡绅给骗了呀！陛下万岁，皇甫大人英明！对，陛下万岁！对，皇甫大人英明！陛下万岁！北漠各部族基本稳定，边贸有序开展。听闻京畿清账之事受阻，可需要我帮忙？暂时不用。你这郑国公杀气太大，对付几个地方豪绅实在大材小用。先让他们蹦跶几天，等经济试点成功，等实验报告出来，看朝堂上那些老古董怎么反对全国退化。第一阶段的目标，搞定经济，做出样板工程。陛下，经济地区清账占已达80%，数据显示，仅经地地区的官员不报税的最大60%。如此推算下去，数目惊险。若能将这些税收全部收回，足够建10个理工学院，免除百姓3年赋税。您是辛苦了。改革不能只靠一腔热血和一道圣旨，我们要用智慧，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更难。你们将来要去各地为官，务必谨记这件事。京城风波看似平静，但暗流仍在。恭亲王残党和利益受损的新贵不会就这么算了。我知道，他们动作越多，暴动越快。北疆新定还需要你去做成，用贸易和文化维系和平。京城这边，我能应付。你也保重。你也是。守住国门，我才能更好的联系。有个能打又靠谱的盟友在外镇着，感觉底气都足了不少。虽然过程有些波折，但是好在有了个好开头。积极也因为赋税暂时少了些，但吏治得到清明，民心归附。长远看，利大于弊。接下来，我们应该把全农社和清账结果结合起来，在经济试点新的税收。同时呢，理工学院也应该把重点放在水利工程和如何增加农作物高产和利润上。有时候和你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每一天也长了几次。内政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但身边有他，有这群充满希望的学子，有姚月这样的得力伙伴，无论什么挑战，似乎都值得期待。下一个5年计划，走起！陛下，皇夫，星象近日未有异动，虽主心稳固，然辅星之侧已有晦暗之气缠绕，像似恐有小人来自于远方，谨防外邪与内鬼的勾结。博士的意思是有外人想搞事情，而且朝政不能接应。北漠刚定，难道还有其他变化？非是刀兵之祸，像似与商贾与记忆流转有关。技术窃取，经济渗透，这剧本我熟啊。来自海外的神仙宝镜，要人毫发毕现，还有这望幽香，点上一炉，忘却烦恼。老板，新进的海外之货。这些海外之物价格昂贵，奢靡之风渐起。东西不对劲，好像是某种新型毒品。哎，老板，安排着，老板。陛下，这镜子不过是玻璃制作而成，它利润却高涨，关键是手有香。我怀疑是能摧毁人意志的毒物。轻则损财，重则国家灭亡。其心可诛。皇甫，老夫家中的几个不孝子侄
最近迷恋那忘忧香，最近精神萎靡，老夫怀疑此令。王爷，此物是毒物，必须严禁。那些海外商人背景查清了吗？跟东南沿海的几大家的海商都有关。据说这背后还有倭人以及一个自称是九局一派的势力支持。陛下，对抗此等外邪，需要多管齐下。其一，设立海关总署，严禁稽查进口货，尤其是奢侈品以及可油品可以收税，限制以后。其二，颁布禁令，严禁忘忧香等香料香物，违者委以重处。第三，建立大夏监行，我国可以自行研究更加精美的物品以及器具，以国货对抗舶来品，多回事。皇夫所言极是，尤其是这样海关总署和皇家商行，可谓是釜底抽薪。朕准奏。这次我们的新任务是：一、研究我们自己的玻璃和镜子，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二、找出忘忧香的成分，研究出克制其毒性的方法。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搞不定鸦片，还搞不定毒药。先生，大夏朝廷反应迅速，成立了海关和皇家商行，我们的货进来难度大增，忘忧香更是被直接禁止。无妨，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让大夏的皇帝先忙活一阵，我们的重点就要拿到大夏理工学院的核心技术，尤其是那些能富国强兵的。他们正在研究的新式肥料和高效水车的统治，通知我们在京城的人是其而。是。等你很久了，九局一派的朋友。此事够狠的，看来对方志在必得。陛下，对方手段专业，直冲进口进来，看来九局一派贼心不死，上一之所为很大，同时什么？同时主动出击，他们不是想要技术。斗志所在很大，一份看似毫无缺陷，实际存在核心问题。华夫莫非是想将计就罪？没错。把我们那份修改过的配方，会导致土壤板结的配方从1级下调，并且资料做旧，让他们感觉既像是真的，又是那种特别幸运才得到的。跟我玩商业间谍？让你尝尝假情报的滋味。先生，终于得手了，立刻按照配方大量配置，在我方控制的中游内率先使用。是。此乃天佑我九局一派。无言呀无言，哪怕你奸猾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先生，有了这配方，咱们的粮食产量必能大增。届时我们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进一步侵入大夏，甚至可以反制其经济命脉。无言小儿，不足为虑。陛下，那份大礼想必已经送到了九局先生手中，算算时间，他们应该也大规模使用了。此事当真能成？这要是被识破，想放心，此配方做极其逼真，核心缺陷隐藏极深，短期内发不现问题，甚至还有一点增产的迹象。但不超3个月，土壤板跌，土地质力衰退，到时候可就为时晚矣了。他们投入越多，损失的就越惨重。跟我玩阴的，坑不死你，这叫知识降维打击。皇夫殿下，我们成功了。
不仅成功解析出了万忧香的成瘾成分，还初步研究出了能够缓解戒断症状的清新散汤药配方，成本低廉，易于配制。好，发给太医署和大家上好，大量配置，通过低价药房免费或低价发放给百姓，同时将忘忧香的危害和清心散的效用广而告之。是。一手经济打击，一手人道救援，科着操作够全面吧？先生，不好了，用了新肥料的地，庄稼一开始长势是好，可后来叶子发黄，根也烂了，现在大片的田园绝收，土呢硬得像石头，其他用了肥料的田园也……无言，你敢算计我！完了，多年的积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完了。倭寇九局一派因施用错误肥料，名下庄园大面积绝收，损失惨重，内部动荡，其首领九级先生气急攻心，一病不起。好，皇夫一指甲配方，便胜过10万雄兵，兵不血刃，便重创此辽。此乃公卿之上策，老臣佩服。陛下，王爷过奖了，全靠对方配合，主要是对方太贪心，这件反派不行啊。九局一派受此重创，短时间内难以再兴风作浪，东南海患或可借此机会一举平定。陛下赦免，可命沿海水师加强巡逻，封锁其余残余盘踞的岛屿，允许他们以自由贸易分化区域，断绝九局一派经济来源。好，经济战加心理战加一点点武力威慑，套餐服务包您满意。先生，各地势力被围剿，财路全部被断绝。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乃自不如人也。值此盛世，当服役大白。敬陛下，敬皇夫。星象祥和，地心与辅星交相辉映，大夏国祚，绵长可期。敬这来之不易的太平。来，我们共饮此杯。这一大家子挺好。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是啊，将至盛世，如你所愿，为你所请。理工学院已经在全国各州府创建分院，普惠天下。县田令也已经在经济修建完善，你准备要向全国推进吗？好，必须向全国推进。格物致知不再是空谈，要结合你们自身、税改、经济、技术等问题进行结合。这一世有你真好。这一世与你开创此番盛世，此有憾。从澡堂裸奔到开创盛世，这穿越剧本算是圆满通关了吧？